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，彼时中国刚于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不久，国内局势尚未稳定，各方势力博弈不断，社会秩序仍在重建之中。起初，中国政府本想保持中立立场，远离这场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战火，避免因外部冲突进一步影响国内稳定。然而，当时有识之士提出，这或许是中国登上国际舞台的重要契机，若能以合适的方式参与战事，待战争结束后，中国便可以战胜国身份出席和会，借此争取收回部分被列强侵占的主权利益。但以当时中国的国力而言，派遣军队远赴欧洲参战根本不现实，于是政府最终确定了以工代兵的策略，不直接派遣作战部队，而是向协约国前线派遣劳工提供支援。这一方案起初遭到英国的反对，英国认为中国当时的国际地位与实力不足以参与这场欧洲战事。但随着战争推进，战况愈发惨烈，尤其是1916年爆发的凡尔登战役与索姆河战役，两场战役持续数月，英法联军死伤极为惨重，后方军工生产、基础设施修建及前线后勤保障等领域均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。迫于形势压力，英法两国最终同意了中国的以工代兵方案，并随即在中国成立专门的招工机构，大规模招募劳工。招工工作自1916年正式启动，招募的华工主要来自山东、河北等北方省份，其中以山东籍劳工占比最高，他们大多是迫于生计的农民，也有部分失业的手工业者。招工广告承诺的待遇颇具吸引力，包吃住，每月薪资为10至15块大洋，这一收入相当于当时国内普通劳动者收入的3-4倍，对于贫困的农村青年而言，无疑是难得的谋生机会。最终，约14万华工告别故土，远渡重洋前往欧洲。华工抵达欧洲后，几乎全部被派往最艰苦、最危险的岗位工作。按照最初的招募合同，他们本不应直接参与战斗，但实际情况却与合同约定大相径庭。英法两国将大量华工投入到关键工作中，部分华工进入兵工厂，参与弹药制造、武器维修等军工生产，有的负责修筑铁路、公路及军事防御工事，保障协约国的物资运输通道畅通。更多人则被直接派往前线，承担挖掘战壕、扫雷排血、运送伤员及掩埋阵亡士兵遗体等高危任务。当遭遇德军偷袭时，手无寸铁的华工只能拿起随身携带的铁锹、镐头进行自卫，时刻面临生命威胁。华工的生活条件也极为艰苦，他们住在简陋拥挤的营房里，卫生条件恶劣，行动还受到严格限制。尽管合同中明确写明同工同酬，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，华工的工资常常被招工方以各种名目克扣，实际收入远低于约定标准。更残酷的是，战争环境下的危险无处不在。1917年，一艘载有500多名华工的法国商船在前往欧洲的途中，遭到德国潜艇袭击并沉没，船上华工全部遇难。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约2万名华工因战火侵袭、伤病困扰或意外事故客死他乡，其中许多人未能留下完整的姓名，仅以一个编号被记录在册，长眠于欧洲的土地上。1917年8月14日，中国政府正式对德、奥匈帝国宣战，加入协约国阵营。华工的辛勤付出，为协约国的后勤保障提供了坚实支撑，他们的劳动有效缓解了协约国劳动力短缺的困境，也成为中国在战后主张战胜国地位的重要依据。1919年，巴黎和会正式召开，中国代表团作为战胜国代表出席会议。代表团在会议上全力争取收回被德国侵占的山东权益，并特别向与会各国阐述了约14万华工为协约国胜利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，以此证明中国并非名义上的参战者，而是实实在在为战争胜利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战胜国。然而，列强早已通过秘密协议，将德国战前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日本。中国代表团的合理诉求最终遭到拒绝。消息传回国内后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5·4运动。国内各界民众及海外华人一致反对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。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，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合约上签字，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尊严。尽管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遇了不公待遇，但华工的牺牲与贡献并未被完全遗忘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中国政府宣布废除此前与德国、奥匈帝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，收回两国在华租界及领事裁判权，同时停付对德、奥匈帝国的部分庚次赔款。1920年，国际联盟正式成立，中国凭借战胜国身份成为该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之一，国际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。这些成果的取得，离不开数万华工在欧洲战场上的默默奉献与牺牲。他们远离家乡，在异国他乡的战火中挥洒血汗，用勤劳与勇气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了更多话语权。
其历史功绩值得永远铭记。